来，哎，都是我的了。买定离手，买定离手啊！再来一把。废物，赶紧打电话借钱，别耽误老子时间。我叫王晨，为了赚钱给母亲治病，被人骗到境外赌博，没想到钱没赚到，还输得倾家荡产。我不赌了，再也不赌了。站住！欠我40万还想走？来人，给我把他衣服扒光！冲！等一下，这玉石不错，不然不行，这是我家的传家宝。你们在吵什么？我拥有了透视能力。你们在吵什么？啊，苗苗小姐，这个人欠了我们赌场40万，还想跑？哦，那就拉出去当猪仔。猪仔，这是园区里对没了价值的牲口的统称，代表着要把人像猪一样对待。活着的时候敲诈勒索他的家人，死了拆成零件卖掉。不能当猪仔。谁说我不还了？我这把就能赢回来。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赢回来？你拿什么赢？拿你肚子里的石头啊！敢赌吗？什么都没有，凭什么和我赌？不是你，妙妙小姐，这把我要和你赌。啊？我为什么要同意？就凭那个骰子，是18点。还以为你小子真有。啊！是真的，竟然真的是18点。妙妙小姐，她刚刚一直在偷看骰子，我那是光明正大的。带下去吧，我讨厌自作聪明的男人。你大爷的！哎，死女人，别落到我手里，不然一定让你好看。快点儿，进去！妖爷，我可以把钱还上的，只要让我出去，我保证。废物，上你猪，等死吧！小子，进了这里当猪仔还想出去？下辈子早点去排队嘛。都老实点儿，别东张西望。听说待会儿其他园区的大哥要过来选人，也不知道这批猪仔能卖出几个。卖不出就拆了。不行，我现在手无一秒，多的是机会赚钱，不能死在这里，得尽快想办法离开这里。佛爷，又来挑这野木犀了。我们矿场最近又凿了一片新矿区，要找一批野木犀捡料子。好说好说，这批猪仔运气可真好，去矿场做了这野木犀，就不用做被拆迁卖的猪仔了。老板来来挑货了，都精神点儿。两位爷，随便挑，只要能接触到料子，我的异能就能派上用场了。我要去矿场，我要做野木犀。我也要做，我也要做，我也要做。佛爷，我要做野木犀，我也要做野木犀。我也要做，我也要。好。佛爷，选我！你配！之前在赌场装神弄鬼，现在当猪仔了还不安分？佛爷，我会挑料子。佛爷，你选我吧。佛爷，您别听这小子胡吹啊！
他就是个输光了钱的废物。我没胡说，你口袋里揣着块开窗料，看着是阳绿，其实那里全是棉絮，这就是新矿场的料子吧？你怎么知道？还敢大放厥词！佛爷，这小子贼得很，之前在赌场就偷看骰子耍诈。佛爷，您的佛珠第3颗有一个内力，我这都能看出来，看石头更是不在话下。把这小子放出来，我倒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死小子，你最后没撒谎，我让你比猪仔拆件还惨。你要怎么证明你会看料子？只要老板肯给机会，我肯定能让您赚大钱。周老板，别听他花言巧语，这小子还欠我们赌场40万呢。你放开我！现在就有人替我还。这里是缅国，谁替你这个废物还钱？佛爷，这笔钱您会帮我还？哦，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帮你？这40万不过是我的卖命钱，但我给您看料子，能让您赚成千上亿。行，今天就给你个机会。刚巧我扫了一批蒙头料，你要是能挑出来好玉，就跟我走。要是骗我，你的这双眼睛就留在这里吧。佛爷，您真信这小子会看料子？这小子要敢骗我，除了这双招子，命也得留下。这批料子我已经鉴定过了，好的都被挑走了。你今天是死定了！都丢了这么多块料子了，我看你根本看不出来哪块是好的。就是他，极品帝王绿。我从业剑石10几年，只在拍卖场见过帝王绿的料子，还从没切到过原石。你一个口出狂言的猪仔，随手捡个破烂就敢说是帝王绿？周老板，这小子就是想拖延时间。我看别废话了，直接拉出去剁碎了喂狗。我的透视眼看的没错，绿光如此强烈，色泽浓郁纯正，不仅是帝王绿，还可能是顶级的种水。照着这个线切，是不是胡说八道？切开就知道了。上切时机。装的还挺像，只可惜没那个本事。周老板手底下的货基本都是鬼眼在睁眼，他可是剑识大师。这个猪仔惨了。老板，垮了！怎么可能？什么极品帝王绿？我看你是个极品蠢货！处理了。年轻人，我不是没有告诫过你，赌石这行水深得很，你这种下贱的猪仔，下辈子投胎长点眼吧！不可能，我没有看错，这不是刚才那块石料。下地狱去解释吧！佛爷，我刚挑中的就是这块，是鬼眼把它藏起来了。你找死！好险，还好我关键时刻听出了子弹的轨迹。鬼眼，你敢偷我的东西？佛爷，这块根本就不是帝王绿，我绝对没有看走眼，我只是想私下拿一些便宜的石头，偷偷挣点钱补贴家用。给我多少胆子，我也不敢偷帝王绿呀！你是怕真被我开出了帝王绿，自己地位不保吧？佛爷，
你要是不信，我们现在就开始。就真的偷藏了石料，这个朱仔怎么会知道？侯爷，你看，是帝王绿，那是一颗就价值800万的顶级种水帝王绿，这块至少值1亿。鬼眼，你偷了老子1亿！我错了，佛爷，是我一时鬼迷了心窍，你就饶了我这次吧。草原人命法外之地，随时都有可能小命不保，一定要赚到足够的钱逃出去。你确实有点本事，叫什么名字？我叫王晨。好，那你跟我走吧，以后你来接替鬼眼的活儿。谢佛爷。谢谢。我最近在北边新挖了一个矿场，这些开采出来的料子都由你来过眼筛选。当然，我也不会亏待你，只要你好好干，1个月工资1000万。才1000万，傻逼才跟你好好干。凭借我的异能，我要是能自己单干，一定能飞黄腾达。谢谢佛爷给我为您效劳的机会，只是小子想争取一个去外面市场收料子的权利。鬼眼跟了我5年都不敢提出这个要求，你倒是挺有胆色。矿场开采出来的料子，极品翡翠并不多，但外面的公盘、黑市好料子数不胜数。只要有眼力和胆量，财富是取之不尽的。哈哈哈哈哈！我周大富不怕手下贪，就怕手下没本事。我可以给你这个权利，但规矩你要懂。赚到钱是你的本事，若是死在外面了，也不要给我惹麻烦。这就是吃人的面国，实力至上，没人会管你的死活，明白吗？收料子需要起始资金，可我现在身无分文，总不能空手套白狼吧？这些翡翠料子是不要了吗？那些都是切石机剩下的废料，还有一些是矿场运来，被鬼眼大人判为废石的垃圾，正准备运去铺路。虽然没有顶级的翡翠料子，倒也有几块不错的，正好作为启动资金了。老板，收料子吗？收是收，但得看货。小兄弟，你是不是走错地儿了？跑我这儿敲钱来了？这种垫脚石，出门左拐的废品站按吨收，滚！别耽误我做生意。老板，行里有句话，神仙难断寸玉。您看都不看，怎么知道是废品？这块黑乌纱皮革紧致，虽然看着像煤炭，上面的松花可是活的。这是真状吃色，是色进去的表现。没看出来呀，小兄弟，年纪轻轻眼力这么毒辣。不过既然老板你说是废品，我就找其他人收去。小兄弟等等，收的，价格好商量。一块糯化飘花，一块蓝水种。这块虽然种水不行，但颜色蜡绿也尚可。这老板没有透视能力，竟能将料子的品质看得七七八八，有点实力，就是不知道做生意实在不实在。小兄弟，你这4块料子想要价多少钱？5万？50万？我要500万。500万？我先漫天要价，再和老板周旋，慢慢压他，这样他才能更容易接受我提的价格。就这4块料子，你狮子大开口就要价500万，你怎么不去抢啊？我最多只能给50万。按照市场价，保底是50万起，这老板也还算长进。不过，这对我来说还不够，200万、60万，真的不能再多了。150万，老板能卖就卖，不能卖我找其他人了。哎，我70万给你，再多我真赚不到钱了。别啊，小兄弟，80万就行了吧？ 80也差不多符合我的预期了。行吧，就80万。
好，那就80万成交。小兄弟，我看你挺有本事，我这家铺子常年开着，下次有好料子，记得还要来找我。没问题。这是80万，一点一点数目对不对？谢老板。轻轻松松就赚到80万，这也太爽了吧！离成为东南亚巨富又近了一步。刚刚就因为我穿得太寒酸，老板才对我态度不好。既然我现在的身价已经今非昔比，也是时候改造一下自己了。这样再也不会被那些工人地头蛇看不起了。现在该去矿区收料子了。这就是缅国野木溪。如果当初我没有取代鬼眼，恐怕也会过上这种遣残渣卖料子的生活。看来我还得好好努力，赚到更多的钱。老板，穿得这么体面，来收料子。我是新来的翡翠商人，以后你们有什么好料子都可以卖给我。好料子当然有，今天新挖的矿，就是不知道老板给价如何。你们不用担心，该值多少钱，我一分都不会少。那不就是给不起高价的意思呗？我们赌石界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不敢出价，怎么可能收到好料子？这些工人倒还挺会看人下菜碟的，摆明想激我开高价。有什么好料子，你们先拿出来看看吧。您要是诚心要，我这倒是有一块，就是不知道老板识不识货。哎，您看看这开窗，色阳中老，至少是冰种。这哪里是翡翠原石，明明是一块做过手脚的拼接货，在外围贴了一圈翡翠料子，还故意开窗让我看，就是赌我会贪心上当。老板既然是第一次收货，我就不要高了，50万就成交。这一块料子质量如何，你们心里清楚。但是今天刚开张，日后还需要各位多多帮忙。1万块，卖就卖，不卖找别人吧。老板懂行，是个明白人，愿意收下这块料子，也是给我们面子。兄弟们还有好货，肯定抢先卖给你。看看我的，看看我的，老板看我的，老板我这块老板，我这块料子不错。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哈。老板，我这块料子不错。一个个来，一个个来哈。好啊。这药色是纯粹到极致的天青冻色，内部还有高冰种雪花棉、海天一色点点雪花混沌初开。这料子若是用来雕刻，将会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你这块多少钱？之前好多老板来都没看上我这块料子，有的要5000，有的只给500，但我一直没卖。我相信总有识货的老板。老板，他那块不行，你买他的料子肯定吃亏的。看看我的，这小子入行才没几天，没有经验。这块我要了，我给你1万。谢谢老板。1万块买到这种质量的料子，我真是赚翻了。缅国这种地方，带着钱和料子还是不安全，特别是我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势力，万一遇到地头蛇，真是乌鸦嘴。小子，这块是我的地盘，带走了土特产，不得交点税？真是乌鸦嘴，说什么来什么。小子，这块是我的地盘，带走了土特产，不得交点税？看样子收了不少好东西啊，也挺有钱吧？你们想怎么样？简单，料子钱留下，然后你就可以滚了。如果我说不呢？你现在就去投胎吧。啊！你，老子弄死你！怎么办？躲不过了，手不会要废了，被射穿吧？啊，我没事。这不就是刚刚要我命的子弹吗？这是一个空间。原来刚刚的子弹通过我的手掌都转移到空间里了，那我不是可以通过手掌把其他东西转移进来？邪了门了！这小子怎么打不死啊？我能收料子吗？我还能不能收料子了？能收，什么都能。
收我都成。收你？对，只要老板你放过我，我刘马为你当牛做马，我给你当小弟。这一片是你收料子对吧？对，这一片基本都是我在收，我算是他们最大的老板了。行，那你以后收了料子，优先出货给我吧，可以吗？可以，非常可以。不过我们这都是小本生意，老板你想赚大钱的话，还得去龙城公盘。龙城公盘，那是全缅国最大的玉石交易市场，在那里随便一块料子就能卖上几十上百万。如果是个识货的人，一夜暴富都有可能。听起来不错，就是有点远，怎么去呢？车给您，这我送您了，您开车去龙城公盘吧。走。人生易如反掌啊！哟，小兄弟，这才去了1天又回来了。收了一批好料子，来找老板你做生意。哎呦，这是高品种天青洞雪花棉。哎呦，一块诺华飘花，一块清水种，剩余的这些质量也不错。1天就能收到这么多好料子，小兄弟是高手啊！这是高品种天青洞雪花棉。哎呀，一块诺华飘花，一块清水种，剩余的这些质量也不错。1天就能收到这么多好料子，小兄弟是高手啊！过奖，老板你看看这些能给多少？这块天青洞我出200万，剩下的这些打包100万，你看怎么样？为了跟你继续做生意，我可是出的高价呀！成交。算上收料子花的钱，我用20万赚了300万，翻了10倍不止，简直暴利呀！来，你拿好。好，谢谢。这里的好料子确实多，但龙城的商人比矿区的野木溪精明多了，表现好的料子标价已经是天价了，利润空间也小。不愧是龙城，居然让我发现了满绿的料子。老板，这块料子怎么卖？这个，这是帕敢老坑的料子，好东西嘞。老板，你看上的话，给个300万吧。300万，有些高了吧？这块料子，老子看上了。这位老板，这块料子是我先看上的。按规矩，凡事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可是大金珠宝的老板，这一片谁不认识我？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跟我讲先来后到？哟，原来是张老板呐！稀客，你看上这块料子了？哎，这可是好东西啊！这小兄弟出不起价，你要是想，我对你优惠。真是会见风使舵。不用优惠，这块料子表现这么好，我看肯定能大涨。大涨？那还真不一定。虽然是满绿，但没有水头，属于干青翡翠，根本不值钱。有冤大头要自己往火坑里跳，我当然不会来。这块料子确实表现太好了，我本来也是想赌一把运气。不过张老板说的对，我是新入行，眼力肯定不如您，也没那么多本钱跟您争。算你小子识相，年轻人，这行水深得很。今天这堂课算我免费教你。你别哭死就不错了，还教我。300万，现在就给钱。好嘞，老板大气，祝老板发财。看来今天又要大赚一笔了。这块料子这么大，要是满绿的话，说不定能卖出上亿，够咱们吃上几年了。是啊，张老板买我这块料子绝对亏不了啊！你看这成色，今天就现场开始，让大家长长眼。这出好戏我就不看了，没工夫奉陪，我还赶着赚大钱呢。满绿是满绿啊，老板，我们赚大发了！傻逼，亏惨了，还给老子笑，给老子笑！这出好戏我就不看了，没工夫奉陪，我还赶着赚大钱呢。小朋友，你这些料子怎么卖？我不是小朋友，我是摊主，这是我挖的翡翠原石，老板你可以随便看。这是红翠，虽然是翡翠中的次生色，但这块颜色鲜红，是顶级的机关红，价值也不菲了，就是体积小了。老板要吗？10万就买。还挺实诚，没有乱要价。这一块我至少能赚100万了。小孩这么小就出来工作，看着也挺可怜的。我给你12万，不用找了，剩下的留着买点好吃好喝的。
谢谢老板。帝王绿，淘了这么久，终于又遇到一块帝王绿，但他妈的居然被一个小孩拿来当垫脚石！逆天啊！小摊主，你子腿下面这块多少钱？这块啊，路边随便捡的。这块料子是没有洗过的老料，再加上皮质老厚，一般人确实看不出来。今天真是让我捡到宝了。我再多买你几块料子，你把这块一并送我吧。这块还有这块，给我包起来吧。没问题，祝老板大涨。这趟真没白来，这块帝王绿起码让我身价上千万，离成为东南亚首富又近了一步。放开我！你们这群强盗！真的有声音，还是女人的声音。我是正经来做珠宝生意的。哼！我们翡翠界出价必买是行规，我们都给你降价了，你还反悔不要？让我们以后做生意脸往哪放？分明是你们拿假货坑我，我看出来了，还不准我反悔吗？要么给钱，要么就别给我把你卖到园区了。我看这妞长得挺正啊，卖到园区起码值50万。太过分了！凭什么这么欺负我们华夏人？尤其是还欺负这么漂亮的女人。住手！是谁？不相信就滚远点儿！这个女人是我们的货，懂规矩吗？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不太懂规矩。我看你是找死！这群老缅仗着自己是土著民，专门压榨不懂行情的华夏人，横行霸道，早看你们不爽了。今天就好好教训你们！我现在很讨厌别人威胁，说以后还强买强卖，欺负我们华夏人吗？不敢了，老板。谢谢你，我叫李雪清。不用客气，都是同胞，出门在外能帮一把是一把。你是独自来这里做生意的吗？家里人都反对我来这里，但我就想在珠宝行业证明自己的能力，没想到第一天就被人做了局，积蓄全打水漂了。这里是1万块，你拿着去买件干净衣服，吃顿饱饭，买张机票回国吧。女孩子一个人在这种地方打拼不安全。等等，怎么了？钱不够吗？不是钱的问题。恩人，我不回国，我家里出了变故，急需一大笔钱，所以才来缅甸淘金。我不是花瓶，我是金融系毕业的，有眼力，会看石头，也会做账。我想跟着你赚钱，只要你肯收留我，我什么都能做的。要想在缅国站稳脚跟，单打独斗是不行的。我迟早要组建自己的势力。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私人助理了。接下来，我需要你帮我做2件事。老板，请吩咐。第一，我需要你帮我将这批料子拿到交易市场去卖，这块是帝王绿，嘘，这块是鸡冠红翡翠，我需要你帮我将它们卖出至少5000万的价格，可以做到吗？老板就放心交给我吧。第二，帮我注册一个贸易公司，拿一部分收料子的钱入股，名字就叫天神集团。没问题。在这个法外之地，光有钱不行，得有壳来撑场面，才能站着把钱挣。在这个法外之地，光有钱不行，得有壳来撑场面，才能站着把钱挣了。去吧。你还好吗？没事吧？没事，就是低血糖，一下犯了。还能走路吗？补充点体力吧。老板，这辆吉普是你的吗？不用叫我老板，叫我王晨就好。这辆车是别人送我的。哇，
神哥，你真厉害，我就知道我没跟错人。好了，咱们该走了。我会给你在市区找个安全的地方落脚，你就安心办好我交代你的事。过了这么2天，我也该去给周老爷上供了。你还没死，我倒是很意外。佛爷抬举，是小子运气好，命硬。明天有个高档原石的拍卖会，你跟我一起去参加。拍卖会？对，这个拍卖会由免区的3大势力举办，只流通我们内部才有的高货。到时候你就负责替我长眼，若是赚了，好处大大的有；可若是亏了，懂了吗？接这种货就是10死9生，一不小心就得丧命。要不是我有异能，还真不敢揽这瓷器活。佛爷放心，王晨定不辱命。周佛爷，听说你手下的鬼眼因为偷吃被毙了，人都没了。今天你准备怎么赢我？不想死的话，就把嘴给我闭上。佛爷和九爷的生意是竞对关系，辖区也挨得近，也怪不得一见面就要掐架。可不是吗？两方都虎视眈眈，要把对方的产业吃下来。谁说佛爷没人了？我就是佛爷的长眼阵。哎呦，周佛爷，您真是老眼昏花了呀！就带这么一个华夏的小白脸来长眼。缅国人谁不知道，华夏人根本看不来石头。这些人把华夏人骗来缅国当苦力，还要看不起我们。虽然我曾经是个主宰，但现在有了异能，我一定能在这里建立起属于华夏人的商业帝国，让他们都看一看华夏人的实力。九爷，拍卖还没开始就放大话，也不怕打了自己的脸。周佛爷，看来你这个所谓的长眼很有信心呐。那我们来打个赌如何？你想赌什么？就赌莫西沙场口。莫西沙场口，这可是佛爷的本家矿区，专产玻璃种，价值上千亿。看来这九爷今天是来者不善。佛爷刚闭了鬼眼，正是无人可用的档口，就凭这个华夏人，莫西沙场口丢定了。周佛爷这是怕了吗？那若是你输了呢？那木那场口就归佛爷了。木那场口，这可是专场低蒙绿的场口，看来九爷是抱着必赢的心啊。王晨，你觉得呢？佛爷，今天走出这个会厅的时候，木那场口就是您的了。你不会比你手下的长眼胆子还小吧？赌就赌，只怕你九纹龙输不起。各位老板，晚上好。我宣布，本次拍卖会正式开始。后江老坑原石起拍价400万，每人限看1分钟。还算不错，可惜窗开得太好了，价格会很高。光线能够穿透整块石头，无死角，不聚不散，说明种极老，结构致密。这开窗，灯下不见棉，不见纹，不见颗粒感，这是玻璃种标志性的启能啊！肉质泛冷白金光，手感细腻，这是满玻璃种。九爷看的是满玻璃种，肯定是好货。我出600万，我出650万，1000万，1000万，不愧是九爷，真是大手笔。1000万，第一次；1000万，第二次；1000万，第三次。佛爷，稍安勿躁，不是什么好料。成交，恭喜九爷。为了我们的赌局，我可是特意找了台切石机器，现场切石头，这样才能输得心服口服。你说对吗，佛爷？九爷真是大气啊！这下我们也能长长见识，见见满玻璃种。切！是满玻璃种，价值2000万！哇，2000万！这一下九爷就赚了1000万了。不过是一块玻璃种罢了，佛爷，我给您赚的可不是这种小钱。面对稀有的玻璃种，居然这种态度，这小子怕不是根本不会看石头吧？是啊，刚刚我们都在台上看，他都没上前来，怎么就知道石头的好坏的？王晨，让我输的下场你是知道。佛爷，您放心，开窗这么好的玻璃种，成拍价必定很高，哪怕是满玻璃种，也就赚了1000万而已。我要做的可是利用我的异能，
简陋。玻璃种而已，你见过玻璃种就敢在这里大放厥词？好好看看，这就是满肉玻璃种，2000万，怎么样？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吧？临死之前见了满肉玻璃种，也算死得值了。不过他的命可真够贵，只一整个墨迹沙场口。佛爷带这么一个只会说大话的猪仔来长眼，怕是肠子都悔青了吧？满肉玻璃种而已，今天要长见识的是你。下一个拍品，一个猪仔也敢在这里发号施令？还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呢，还敢命令妙妙小姐。我本来还不想说，但既然你口出狂言，我也不必留面子了。佛爷，这个王禅之前是我场口的烂赌徒，还不上钱还玩小手段，在赌桌骗钱，被我扔去做了猪仔的。我看他根本就不会认石头，就是个会吹牛的赌鬼了。这妙妙果然是个蛇蝎美人，当初害我成了猪仔不说，现在又害我被佛爷质疑。要不是我真有阴德，今天怕是要被他害死在这里。你等着吧，等你落到我的手上，我一定把你害我的加倍还给你。哎呦，我可是瞎说的，谁想到堂堂佛爷的长眼，竟然还真的是个下贱的猪仔，还是个烂赌鬼！瞧我这张嘴，真是不敬佛爷，不敬佛爷！王晨，这是怎么回事？佛爷，不管我之前是什么人，您是亲眼见过我看料子的，您不信我，还不信自己的眼光吗？看来佛爷这次真是看走眼了。小声点，你想给他猪仔陪葬吗？佛爷，妙妙言尽于此。下一个拍品，格印角原石，起拍价800万，每人限看1分钟。这绿够正，够艳，够醒目，还有这种水，起码是个冰种，通透清亮，而且不发灰，不发闷，够干净。这是冰阳绿，市场上少说也要值这个数。300万，3000万，今天来真是长见识了，都是平时见不到的好料子。确实是冰瑶绿没错，可惜了，虽然是冰阳绿，但这石头底边有一条棉质裂痕，被未开窗的地方包裹着，也就值个4000万，稍微叫点价就赚不了什么钱了。900万，950万，1000万。开窗处绿得很均匀，边缘是慢慢晕开的，能赌一个满色手镯的顶级冰阳绿。1000万一次，1000万2次，2000万。佛爷还不出手吗？这冰阳绿也要被九爷拿走了。你看那猪仔连装都不装一下，都不走上去看料子，恐怕是已经认命了。2000万一次，我还以为今天能看一场大戏呢，结果也就放下了狠话，还没有开始就认输了。2000万2次，不管佛爷，这块冰阳绿太难得了。2500万，这石头要是能出手镯，少说能赚4000万。3000万，你还不出手？是在等着我把家底送出去吗？佛爷安心，这块石头没什么赚头，您看我的就是了。希望不要看到你的尸体。3000万一次。不行了，这已经是我的全部家当了。普通人果然是没办法和这些大佬争的，有什么好料全都被他们拍走了。这就不行，还指望你帮我多消耗九爷，以防他一会儿故意捣乱呢。我九纹龙看上的东西，没有不好的，也没有拿不到手的。3001万啊！他怎么敢加价的？猪仔，你搞清楚没有？这里是高档原石拍卖会，谁会像你一样1万1万加价的？真是笑死人了！他怎么不一块一块的加？马家人就是穷酸，没见过世面。你现在丢的可不只是自己的脸，还有佛爷的脸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佛爷家连几千万都拿不出来，3500万，看到没？这样加价才对。3501，王晨，我周大佛丢不起这个人。3500万一次。佛爷您别发怒，这猪仔没见过这种场面，他当初欠我的债啊，也就不过40万。妙妙说的对，40万就差点被拆价卖了，3500万把它切碎了卖的不够啊，没有尿裤子已经很好了。佛爷，您就别难为他了，让他死个痛快。可惜了，这些缅国人真是蠢，本来可以多消耗一下他，现在只能让他先得意一会儿。3500万2次。九爷，话不要说得太早。3500万3次，成交！恭喜九爷。就这石头，我还能切垮不成？切！
是满肉顶级冰阳绿，价值4000万。哈哈哈哈哈！认输吧，佛爷，您这次呀，真是被这个猪仔给骗惨了。你也不过就赚了500万而已。500万，哼！你可知把你从脚趾开始一寸寸碾碎了喂狗吃，都难解我心头之恨。佛爷，生气伤身呐，您年纪大了，还是要注意身体。你也别得意，就算输了，这个敞口我也迟早会拿回来。居然敢打我的脸，周大福！等我拿到想要的东西，这一巴掌我要千百倍还给你。佛爷，拍卖会才刚刚开始，此刻定胜负还早吧？九纹龙已经至少赚了1500万，你连石头都不看，怎么赢？猪仔啊，你想骗人呢，好歹要装装样子。这样，我这个手电借你吧，看石头很好用。九爷，您可要注意，这手电筒老化，很快就要坏了。哼，坏？我九纹龙用的都是最好的东西，怎么会坏？哼，装神弄鬼！佛爷啊，晚辈劝你还是赶紧扫清门楣，把它扔去喂狗吧。佛爷，若是失败了，不用您下令，我王晨自会赴死。赴死？我会让你在矿场干到瘫痪，再一块一块切下来喂狗。请您放心，除了这么大敞口，我还能给您赚取无数财富。那说大话之前也不先照照自己的脸。佛爷，你不会就是听了这种胡话才把这个猪仔救出来的吧？我敞口的事儿用不着你来操心，我这也是尊老啊。佛爷真是心善，像他这种赌鬼猪仔，就只有被拆了卖，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啊！大家说是吧？是啊。我的敞口的事还轮不到你们这些人来评价，管好你们的舌头。各位，如果没有别的话要说的话，拍卖继续。第3件拍品，莫湾机敞口，1200万，1200万，3次，恭喜九爷。第5件拍品，1500万，2000万，4500万，恭喜九爷！今天九爷真是大获全胜啊！这九爷已经花出去多少了？2个亿！满肉顶级玻璃种，价值5500万。九爷威武啊！又是玻璃种，他已经赚了4000万了。都这样，那个猪仔还要怎样？还真沉得住气呀，都快吓尿了。我看他是被九爷给吓傻了，都不挣扎了。哟，佛爷，您还在呢？我还以为您已经走了，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啊？谢谢你啊，猪仔，要没有你在，这个敞口我还真不一定能拿到。现在就发表获奖感言，当心一会儿打脸打得你妈都不认识。哟，还做梦呢？剩下没几块石头了，怎么你还想靠着他们翻盘不成？你这个猪仔连气氛组都当不好，跟木头一样杵在这儿，让我赢了都没什么实感呢。佛爷，您说是吧？下一个，下一个拍品，莫西沙老坑天场亮，每人限看1分钟。哎呀，看看，看不出来啊，这石头一看就没料啊！妙妙姐，你们怎么拿这种废料来卖啊？起拍价10万。周大富一世英名，啥都是要败在今天的。12万，50万，50万！天哪，佛爷，听听，你这个猪仔长眼要花50万去买这个一点表现都没有的废料，你小子真是有才，可惜呀，你九爷我有脑子，可不会陪你玩。50万第1次，第2次，第3次，等等。啊，你想反悔啊？搞没搞错啊，猪仔？你以为这是哪里？这可是拍卖会，不是你说收回就能收回的。报了价不付钱，照样得死。不，我认为还是要给所有人公平竞价的权利。公平竞价？你以为有人会跟你一样把自己的性命压在一块废料上？你短剧看多了吧？真以为自己能在这么多行家的眼皮子底下捡漏？这石头表皮粗糙，既没有脱砂，也没有铆带，甚至还有脏点。谁会跟他争这种废料？也别说，还挺成功的，起码把自己的身价从40万拔高到了50万。50万第1次。你应该清楚，如果这个石头切垮了，你就没命了吧？放心吧，佛爷，不光不会切骨，反而能摆正。我真是佩服你这嘴硬的本事啊！50万第2次。各位，我没有评审，这个石头真的能切成，我是给了大家一个公平和我竞争的机会。若是你们不报价，
那就别后悔。50万，第3次。后悔？后悔没有白白花50万买一块废料吗？真是可笑！佛爷，事到如今，我真是不得不怀疑你个猪仔长眼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啊？王晨，这块石头若是没东西，你马上就会死在这儿，没有下一次机会了。成交，恭喜佛爷！先是费40万救了个猪仔长眼，又花50万买了块废料。佛爷，您怕不是被什么脏东西给沾上？要不要我给你推荐个驱邪的？给我切石头，我不给猪仔切废料。你想好了？这可能是你一生能切到的最贵的石头。佛爷，我都有点舍不得他死了。你说摘了手脚留着当个花瓶怎么样？不过可惜了，这小丑的价格太贵了，一场表演就要烧掉一整个场口，你说是不是啊，佛爷？猪仔，你这石头没有切的必要，我在这一行切了20年了，你手那一看是废，没必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那分明就是你没有眼光，难怪这么多年也就是个切石头的。我了解你们华夏就爱说大话，装的好像自己全天下最懂似的，实际上一片一个准，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你嘴巴放干净点儿。哎，怎么生气？他说的难道不对吗？你难道不是一直靠着一张嘴说连石头都不看，还自以为很厉害？这个渣儿的废物！说我骗你，我骗你，我哪里骗你了？赌是你自愿赌的，钱是你自己输的，能怪谁？还不是怪你自己！我一定要让你们都知道，华夏人不是只会装废物。我要所有欺骗我、嘲笑、利用我的人都跪着给我道歉。你确实是个老手，不过不是切石头的老手，是偷料的老手。你竟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偷我的料！九爷，九爷饶命！九爷！这就是侮辱我的下场。他是怎么知道那人口袋里有料的？小白脸儿，不如你跟着姑奶奶，把我伺候舒服了，姑奶奶保你一条命。我王晨绝对不会做出卖自己的勾当。你若是跟着我，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做你的断头梦去吧，给脸不要脸。这周良果然是有顶级货。苗苗，你怎么看上他呀？他虚的连带石头都搬不起来。那是，谁能比得过九爷？看不起谁呢？猪仔，你会切石头不？那些压根就没干过吧？你赶紧在那石头上撞死吧，好歹还能死得痛快点儿。猪仔，别演了，那石头你一块一块都切碎了，都不会有货的。诸位，何必对我穷追猛打？若是真开出了顶级的好货，你们的脸要往哪里？表演怎么还没结束？我都看累了。快点切吧，切完你就该认命了。若是今天我赢了，我希望诸位能够记住，我王晨，华夏人，不是什么吹牛的猪仔。就这话这不可能！这破石头我看过，皮壳普通的要死，怎么可能出这种好货？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不会是传说中的紫罗兰吧？连九纹龙都没看出来，这小子能看出什么东西？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在场的人可都是三生有幸。这么个破石头，怎么可能看出紫罗兰？各位请看，这块石头的紫气凝而不散，润而不飘，色云如水，十春九木，紫罗兰天生难有种水，能打到半透明都算极品。像这样打灯全透、纯净无杂的玻璃种紫罗兰，整个玉石界这20年来是头一块。紫罗兰，这真的是紫罗兰啊！这么大一块玻璃种紫罗兰，价值得过亿啊！这小子真是走狗屎运了。两边算个什么东西？你说它是玻璃种紫罗兰，它就是吗？各位若是不信我，自然可以请人再做鉴定，但是我可以拿我园区的信誉发誓，这一块就是绝品玻璃种紫罗兰。王晨，恭喜你，这块紫罗兰的价值已经可以比你之前所有开过的石头的总和了。这女人立刻头的时候变得也太快了！天哪，一块石头就把九爷前面开的所有石头都赢了。难不成这小子之前一直在扮猪吃老虎？哈哈哈！王晨，我果然没看错你。这怎么可能？九爷，愿赌服输。九纹龙，
把你的长头交给我吧。有实力却又不张扬，有胆魄却又不骄傲，长相嘛还算顺眼。之前怎么没觉得王晨这个人还挺有魅力的呢？王晨，要不要和我晚上单独聊聊？这个女人可真有料，可惜不是我能惹得起的。妙妙小姐，我看你是因为该由你宣布胜负了。我宣布这场比试王晨胜。柳文龙，你愿赌服输，把矿场交出来吧。九文龙今天遇到这小子，算是头大了。那可是玻璃种紫罗兰啊！早知道我就选这一块。九文龙会是想说话不算话。九爷，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我的地盘，赌局结果必须作数。如果你不想交出矿场，来人！我交。小子，一块破烂石头被你开出紫罗兰，我是你的运气好吧？记，矿场老子多的是，你的命只有一条。是啊。谁知道这小子是真实力还是纯靠运气？九文龙可惨了，一场拍卖把最好的矿场输出去了。小子，我看你连灯都没用，你刚才是怎么看出这块石头是玻璃种紫罗兰的？就是用眼睛看出来的。用眼睛？我看你小子就是全靠运气。你能把周大佛给唬住，可唬不了我。我就说嘛，他怎么可能凭自己实力开出极品紫罗兰？就是，这世界上难道还能有透视眼不成？九爷。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别的健身方法？果然，你小子根本就没有本事，现在拿这些话来搪塞我。周大佛，我不服，我要和你再赌一场。这小子看来是故意气九文龙，看来他还有点实力。若是能收到我麾下，这女人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不会是看上我了吧？这种蛇蝎美女，我可不能见。这臭小子绝对是走了狗屎运，只靠运气的人还能打败我不成？不过就是一块矿场，老子我有的是。臭小子，你还敢不敢和我继续赌？再赌一次，他肯定输得一塌。龙哥，都输了一块矿场了，你还想赌是吧？就不怕把家产给输光？我怎么会因为一块矿场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什么机会？把你们干死的机会。小子，敢不敢继续跟我赌？赌什么？咱们还玩赌石，不过嘛，这个赌注得换一换。只赌一个矿场可没意思，我们赌宁夏的所有矿场。大女上钩，所有矿场？可是我……哦，我记起来，你穷的身无分文，那么就赌他的吧。这要不还是算了吧？哎，看来是赌注还不够大，激不起你的兴趣。要不这样，我就赌上我的全部身家，怎么样？好，我接受你的赌约。痛快。不过，如果只有我赌上全部家产，未免也太不公平了些。周府爷，您觉得呢？那是自然，对吧，周府爷？好戏才刚刚开始。你去准备一下，继续赌，他怕不是疯了吧？第一次是狗屎运，第二次怕是输定了。骄兵必败，赶紧联系殡仪馆，准备收尸吧。没事，不用担心我，我心里有数。谁让你摸我手的？你小子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就是来装逼钓女人的。不过像她这么极品的女人，当然是我这个最终赢家。九爷的手怕是不想要了吧？还没想好。有了，龙哥，只会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这样如何？我再从赌场中挑选一块石头，若是开出的价值低于我原来那块，你赢；反之，你倾家荡产。既然你小子这么不识好歹，那我就遂了你的愿。等我赢了你，拿到了周佛爷的全部财产，再把这个女人玩坏以后，让她跟你一起陪葬。九爷这么说，可不就是把我俩放到同一战线了？王晨，你觉得呢？王晨，我给你这最后一次机会，如若输了，这全部的子弹会比这比赛的结果先一步贯穿你的身体。一赢在手，就算是加特林老子也不怕。周大佛脑子是被驴踢了，把全部家产交给一个只靠狗屎运的小子手里。我看连周佛爷这下也自身难保，九文龙这下可是要成为整个缅国实力最雄厚的人啊！好，若是我赢了，还希望您准许我随意处置九文龙。大胆，还敢跟我提条件？罢了，等你赢了之后，他任你处置。这小子是在表演什么重生之我在缅国发家致富的戏码？肥居然还跟他一起犯傻，果然是没见识。遇到这种大场面，面子比性命还重要。九文龙怕不是才是手拿剧本的男主角吧？那里的石头应该也能用吧？
那些都是挑选剩下来的废料，没什么好料子，只是我还没来得及处理。你小子是想放弃了吗？在废料堆里选玉石？不过你要是想要，也可以在里面进行挑选。这是龙石种帝王绿，这么好的料子居然被我在废料堆发现了，这群人真是有眼无珠。不是，你小子来真的？你该不会是想故意输了投诚到我这里吧？你们这些人的品性还真是不一般。果然是没见识的人，天生就该和一堆废料待在一起。这堆破石头，送给我都不要。别在这拖延了，迟早都得死。一头撞上去，找个痛快。王晨，你要是现在跪在我面前磕上10个响头，叫我一声爷爷，我或许可以给你留个全尸。王晨，你真的要放弃？谁说我要放弃了？我偏偏就要赢给你们所有人看。你就继续挣扎吧，很快周大佛的所有家产就都是我的了。我就要这块了，不过是个兜里连俩子都掏不出来的穷光蛋，还想飞上枝头当凤凰？我倒要看看你还能耍出什么花戏！他在这开什么玩笑？真以为自己是捡漏大王吗？我看他是真的想放弃了。还不如早点跟九纹龙磕头认错，或许还能死得好看一些。这块石头就是个废料，皮壳发闷，毫无光泽，没有色带，也没有松花，连一点像样的表现都看不出来。王晨，你要是真想放弃，我或许可以帮你。别说绿了，这块破石头连点水头都不显，我看都是块切垮了没人要的砖头料，扔在石堆里都没人会多瞧一眼。连妙妙小姐都这么说，看来这块石头是废物无疑了。不过是靠狗屎运赢了上一局，还真以为自己会赌石。我呸！不知好歹的东西，跟这种人来自同一个地方，简直是我最大的耻辱。我倒是要看看，等你们见到这块料子的真容，还记不记得现在说出的这些话？到那时，你们的表现会有多么的令人作呕！小子，既然你已经选好了，那我就开石头吧。好，开。王晨，这块石头不能开，要是开了，你真的会没命的，到时候连我都救不了你。我说开。不知悔改，现在可是没人能救得了他了。我赌1000万，这个料子切出来必垮。料子卡了？怎么可能？王晨，我说了，若你输了，必死。不好，正好是这空间能力的新功能。什么？这怎么可能？我明明……你的枪技还有待提高。原来问题出在这儿。你再切这一块，一定要按照我画的线来切。刚才我们透视眼看到的那面看似不普宇宙，实则只集中生长着这一半，而另一半只是普普通通的石头。不过还好刚才没击到玉肉，不然价值就要折半了。王晨，你还要垂死挣扎吗？刚才算你小子走运，要是这次还没开出来，放心，周佛爷，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各位，请看，到底切出什么来了？还不拿出来？不会是在拖延时间吧？是龙石种帝王绿。什么？这怎么可能？不过是废料里随手捡的石头，怎么可能是传说中百年难遇的神奇翡翠？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那可是龙石种帝王绿啊！这种料子，我们这辈子能见到一次，也是三生有幸了。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反正我是不信他能开出这么好的料子。真的是龙石种帝王绿，你们看，这绿光会像液体一样流动，没有颗粒感，光线能直穿到底，通体透彻，是100%纯种龙石种帝王绿。我也是曾经听说过，今天能亲眼见到，此生无憾。怎么可能？他不过是个穷小子，怎么可能？一定是你们，是你在背后偷偷做了手脚，把料子给换掉了！你这个臭娘们儿！九纹龙，你的赌局已经输了，一个身无分文的家伙也敢在老娘面前叫嚣，还有谁有意见？这女是真烈啊！各位，这种百年一遇的国宝级玉石，我可无法随意拿出手，
这次若不是王晨从废料堆里找到了这块石头，恐怕我也要痛失国宝了。所以诸位可以相信我们生意的公平性。说起公平，九爷，你是不是也该兑现你的承诺了？不行，这可是我的全部家产，我不能就这么给他，不行！没想到九纹龙居然真的输给了这个不起眼的臭小子。你们说他的运气怎么就这么好？九纹龙不会是想赖账吧？哼，在我这儿赖账的人可没有一个能活着走出去的。来人，慢着，周大佛的事情还轮不到一个女人来插手。要不是看中了王晨的能力，想让他为我效劳，我才懒得管你的闲事。不行，周大佛跟我玩这套是吧？看你一开始就没打算把你的全部家产给我，现在才发现是不是有点太晚了？不过现在该交出全部家产的人是你。周大佛，我告诉你，我九纹龙死也不会。爹，你是我亲爹啊，周佛爷！我这辈子得到的所有家产都是为了孝敬您这个父亲，您就看在我这么孝顺的份上，饶儿子一命吧！九纹龙简直是翻脸比翻书还快。我这辈子最看不起的就是九纹龙这种势利眼的人。九纹龙被周大佛打败了，如今在这个园区，周大佛现在可是最强大的势力了。等着吧，等老子从这里出去，王晨你就死定了！王晨，你觉得他应该如何处置？这个周大佛心思可真够重的，看似是在问我如何处置，实则是想试探我有多大的野心。周佛爷，九纹龙这个人虽然可恶，但他如今所有的身家都是您的了，估计是翻不出风浪了。那就照你说的办。王晨，这次的事儿你有功，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佛爷，这都是我为你效劳应该做的，不敢居功，赏赐的话自然也不敢。不过佛爷若是真心把我当您的得力干将，或许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发出这种颜色光芒的物体，把它留下一定有用。或许佛爷可以赏赐我一件物体。哦，什么物体？我看九纹龙脖子上的挂坠长得不错，外表通透，应该是用和田玉打磨的，虽然有点价值，但也算不上什么珍品。如果您能割爱的话，还是你小子眼睛尖。这块玉珠的料子虽然算不上顶级，但生在厚实，品相完整，怎么着也值这么多数。既然你想要，就赏给你了。那就谢过佛爷了。不行，算命大师说了，在必要时刻他可保我性命，我是绝对不会给你的。九纹龙，现在把它交出来，就是在保你的性命。若是不愿意，我也不介意。哥，我这就给您。王晨，除了这个吊坠，我再给你一块城北矿场的管辖权，你就负责管辖那里矿场的运作。我看好你。多谢佛爷赏识，小弟一定尽心尽力，不让您失望。周佛爷可真是财大气粗，随手一挥就是大手笔，这小子算是抱上大腿了。他现在可是成了佛爷身边的红人，多少人眼红这个位置都争不上了。这周大佛可真是老狐狸，老子帮他赢了这么多东西，居然给老子一块死地。城北那块矿区根本就没有矿可挖，表面上做好人，实际上却把最难搞的活交给了我。若是我管理的不好，也随时有借口把我给除掉。看来我的能力已经引起他的忌惮了，我得找个办法从他身边脱身。虽然还不知道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有什么用，不过透视也告诉我，里面的东西一定能派上用场，还是应该好好保存才是。还有那块矿区，据说已经3年没有矿石产出了，里面之前的东西早就被有点权势的管理层抢光，剩下的工人有的赖在那儿不走的，也早就把该挖的挖空了。这个老狐狸让我记下这个烫手的山芋，给我挖这么个大坑，下一步看来是要弄我。王晨这个人居然有这么好的赌石能力，如果他能跟了我，一定能够助我在暖风赌石市场站稳脚跟。长相嘛还过得去，身材嘛看起来也还不错，我委屈一下还是能够接受的，就是不知道他的能力。这个女人为什么从头到尾一直盯着我看？算了，女人只会是我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只有靠自己的能力登上巅峰，所有人才会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我。王晨，年纪轻轻，野心倒不小。我只是想保住性命，在这园区活下去而已。我见过无数想在园区翻身的猪仔，但能让周大佛吃瘪、九纹龙吐血的，你是第一个。不敢当。如今九纹龙已经垮台，
要不要考虑和我合作建设园区？那要看妙妙小姐的诚意了。诚意嘛，即使拿我自己交换也是可以的。妙妙小姐，不好意思，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人在逗你玩呢，你这人怎么这么正经？这样如何？只要你跟我合作，我愿意分你3成赌场的流水。毕竟你的园区还刚刚起步，可赌场1天的流水，就是普通人一辈子花不光的钱呢。妙妙姐抬举我了。不为美色所惑，我为小利你眼。王晨，你总能刷新我对你的认知。不敢当，不敢当。缅国这群人个个都是画人画的阴险老狐狸，一不小心就要掉脑袋，谁敢被这种利益迷惑？王晨这人深藏不露，越看他越觉得深不可测。这种人成为敌人可是相当棘手，得让他为我所用。既然这样，5成如何？可不要服了人家的美意啊！既然你再三邀请，我可以考虑考虑。沈哥，这是哪位？呀，这是王老板的家属，还是贴身助理？介绍一下，这是李雪清，我的私人助理。雪清，这是妙妙，我的生意伙伴。王晨，刚刚我提出的条件随时作数，只要你来，连我都是你的。臭不要脸！陈哥是正经人，才不会被你勾引。小丫头，你不过是个助理罢了，你知不知道我和你陈哥可是过命的交情？差点被当成猪仔大卸8块，可不是过命吗？什么过命的交情？阿姨，还请你回避一下，我和陈哥有要事商量。你叫谁阿姨呢？妙妙小姐，要不你先……小妹妹，这是想吃独食，看来你的魅力不小啊！我走了，王晨，记得回我电话，人家等你哦。陈哥，你看他鬼迷日眼的，眼神都能拉出丝了，一看就对你心怀不轨。好了，都是生意伙伴，逢场作戏而已。你急急忙忙赶过来是有什么事吗？陈哥，那批天青豆和红粉卖掉了，整整5000万，马马虎虎吧。还不够。有这笔钱，咱们在园区也算是富豪榜上有名了。对真正站在缅国金字塔顶端的人来说，这不过是赌桌上一个来回的数字。想成为人上人，还得看机缘。从九纹龙那拿来的东西，也该派上用场了。陈哥，你花大力气从九纹龙那拿来的就是这东西。陈哥，我不明白，咱们刚赚了5000万，那可是真金白银，这小小珠子再好看，又能值多少钱啊？雪清，如果你是周大福，你会因为有5000万就对我俯首称臣吗？不会，只会想把这5000万装进自己口袋里。这就对了，在缅国，钱能买人命，但买不到权势、地位，可这些才是这草菅人命的园区里唯一的护身符。那你说，怎么才能得到地位？靠这颗珠子。我怎么越听越不明白了？这珠子到底能值多少钱？难不成真是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一文不值，却能换一个机会。哎呀，别卖关子了，你快告诉我嘛！一个让周大福和九纹龙见到我都要低头弯腰的机会，得到吴将军的赏识。陈哥也太狂了，但是却让人不由自主的想相信他。有了这东西，我们就能去见吴觉温将军。3大园区之一的最高掌权者吴觉温将军。陈哥，拿这东西去见杀人不眨眼的军头，恐怕人没见到，我们的人头就先落地了。你真有把握吗？瞧把你紧张的，别担心，我有10成把握，定能赢得将军的青睐。九爷，听说你在找南亚的药理师，怎么连个人影都没看着啊？佛爷少说风凉话了，劝你少做无用功，那都连 M 国特聘来的专家都没办法。你那几个穿白大褂的专家，还是留着给自己看病吧。九爷，你看上去很有底气呀，别到时笑着去，缺胳膊少腿的回来。就你这点胆量，我九纹龙赌了一辈子，赢就盆满钵满，输便满盘皆空。你觉得我会因这点事善罢甘休？还有什么底牌？我要是救得了将军女儿，讨得将军欢心，哼，这园区也就没你佛爷的事了。原来救了将军女儿有这么大的好处。雪清，帮我准备一套西装，明早我们就去见吴将军。这颗珠子就是我们敲开权力大门的一块砖。
不愧是将军府，真气派。废物，治不好小姐，将军没有当场毙了你已经是恩赐。滚！再敢靠近半步，就把你宰了为将军的狗！陈哥，看那边，有人来了。该死的，老子还没说，等救活了那个病秧子小姐，讨得将军欢心，吴将军的一句话就能让周大佛跪下来喊爹。还有那个王晨，你以为你赢了，夺走的那些矿区，老子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让你们吐出来。这将军府就是老子东山再起的起点。哟，这不是周佛爷的小跟班，刚出笼的猪仔吗？怎么园区的狗窝不住，闻着味儿过来了？九爷，破产后的生活还习惯吗？习惯，我可是天天想怎么把你和周佛爷整死。想不到王某对九爷的影响这么深。你该不会也是来见将军的吧？正是。王晨，我在将军手下干了20年，我当他得力部下的时候，你连毛都没长齐，你凭什么以为他会接见你？听闻将军女儿身患绝症，我来看看。你竟然也想救将军女儿？我告诉你，吴将军的府邸那是你有命进没命出的地儿。甭管你在园区怎么狂，在这儿你连条野狗都不如。九爷既然这么有信心，怎么还在这儿跟我这个猪仔浪费时间？王晨，你少狂！这样的日子还不是从我那偷走的钱？花我的钱，把自己扮得人模狗样的，就以为自己是人上人了？你也配？你现在骑个3轮车载人就配了？我可是有备而来。你呢？来求将军办事，你有什么资本？以为送一个女人就会讨将军欢心？太天真！他不是你想的那种人。那就是带马子来见见世面。可惜啊，你是来错了地方。你马子倒是长得挺标致。把你的脏手拿开！你小子还有点身手，看来你除了运气还有点本事。不过可惜了，你死了就算了，这么漂亮的小姑娘红香消断，多可怜啊！小姑娘，看清现实吧，王晨就是个猪仔出身的穷光蛋，没钱没势力，跟着他没前途。少来，陈哥比你牛多了。你这个输的倾家荡产，只能骑3轮车的丧家犬，有什么资格在这指手画脚？你小妮子拽什么？他王晨的东西不都是从我那偷走的吗？过了今天，九爷照样飞黄腾达。跟着九爷混，想要什么？豪车、珠宝，九爷都给你。我只想你赶紧滚！少痴人说梦了，我劝你别打我女人的主意。王晨刚刚说我是他的女人，心突然跳得好快。怎么想跟老子干架？放肆！敢在将军府门前动！将军有令，你们都进去，不许携带武器。我闪一边去！将军府的救命恩人只能是我九爷。将军，听说小姐贵体欠安，我九纹龙遍寻名医，终于为您寻到了一位南亚的药理圣手，定能让小姐转危为安。这位乌马大师乃是南疆蛇窟的唯一传人，曾用1碗符水救活过断气3天的死囚，东南亚一带的病就没有他治不好的。将军，若小姐身上有邪祟缠身，我也可一并除去，为小姐消灾减恶。这2位又是谁带来的圣手？将军，这小子就是个没本事没势力的猪仔，还妄想救您女儿。要我说，不如拖出去喂狗，免得耽误了时间。将军，我是华夏人王晨，听闻您女儿身患疾病，我愿意为令爱尽绵薄之力。我费尽千辛万苦从苗疆找到的巫医来给吴小姐诊断，你两手空空，拿什么来救小姐？真把将军当冤大头啊！你又有什么可以救我女儿的方法？这个，真是笑死人了！王晨，你当将军府是废品收购站，敢把这种东西呈上来？这是什么？一味药材。将军，这东西就是王晨从我那里捡去的装饰品，从华夏国讨来的纪念品，看看得了，根本不值几个钱。果真如此，这王晨脑子被驴踢了。我九纹龙宝贝那么多，他偏偏只拿这样破玩意儿。王晨，我可从来没听说过玉珠可以当药的。将军，这王晨就是把您当傻子哄，还以为大家都像他一样眼瞎。不，将军，我是真心想治好令爱。敢欺骗我吴觉温，你小子有胆！
王臣明知您救女心切，还拿垃圾来消遣您，其心可诛啊！将军，不是的，王臣是真想救你女儿啊！我看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就是合起伙来残害小姐性命。将军，若不是我九纹龙在这儿戳穿骗局，小姐怕是要被这颗破石头活活噎死。不，陈哥的眼力不会出错的，他可是开出价值千万紫罗兰玻璃种的人。怎么？王臣还能样样精通？开始是开始，你告诉我他一个猪仔还懂医术，鉴别药材，以为这是拍短剧啊？别浪费将军时间了，吴小姐的性命要紧。你说他根本不懂医术，居然拿我女儿性命开玩笑！我把这人碎尸万段，把这女的一并拖出去喂狗。等等，别急，这里面还有东西。这珠子里面是什么？王臣，你当这是变戏法吗？你以为表演个剥蒜，将军就会饶你一命？有眼无珠，以为你有什么救命招数？死到临头还想在将军面前蹦跶两下，想留个全尸是吧？这东西难道说……这颗珠子就是我们敲开权力大门的一块砖。这宝贝在珠子里面。马大师，告诉将军，这黑黢黢的垃圾到底是什么破烂货？这东西，老朽在南疆行医一辈子，从未见过这种质地的药材，连大师都没见过，可见垃圾里面还是垃圾。王臣，死心吧，你已经回天乏术了。王臣，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如果你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大厅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将军，此乃夏国神农架特殊地貌下生成的紫极果，它100年开一次花，1000年才结一次果。此药可解百毒，更能续命。在历史上，它曾救回过无数必死之人，是真正的无价之宝。胡说八道！老子在缅区混了20年，收藏宝贝堆满了几间屋子。如果是宝贝，我怎么看不出来？还等着你王臣捡漏啊！确实，若真是1000年结一果的稀世珍宝，恐怕早就被各国权贵封起来，奉为镇国之宝。如此神物，怎会沦落到无人问津，最后落到你手里？将军，宝物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您诸若无识货之人，也不过是颗垫脚的石子。或许，佛爷可以赏赐我一样物体。不行，算命大师说了，在必要时刻，他可保我性命，我是绝对不会给你的。农，现在把它交出来，就是在保你的性命。若是不愿意，我也不介意。哥，我这净石丹落入土中，被矿物质包裹，经地质变迁，如钻石般千锤百炼，才形成了这层天然的和田玉壳，故被称作净石丹。只可惜世人皆被外表所惑，无人能窥得真容。在你手中，它只是块成色尚可的玉石；在我手中，它就是能改天换命的神药。说的神乎其神，吹牛谁不会？王臣，要是牛皮吹破，脑袋可就不保了。若真有你说的这般神奇，老夫便给你这个机会。跟我过来！怎么可能有我九纹龙看漏眼的东西？这小子不可能算得如此周密，绝对不能让他抢先救出将军女儿。韦大师，您过来一下。我纵横大半辈子，仇家无数，却唯独护不住这一个。他从小就是个混世魔王，上房揭瓦没个消停，哪晓得这一睡就是整整3年。别伤心，大师，赶紧诊断，赶紧让小姐睁开眼，父女好团圆啊！怎么样？奇怪，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脉象，面色红润，切如游丝，身中数土，却奇异的达成了和谐，稍有不慎，恐怕一命呜呼。这我不敢贸然下手，万一打破了这毒素之间的平衡，老朽便是赔上10条命，也担不起这个责啊！怎么会有连大师都救不了的病？果然如此，老夫不敢让医生轻易用药，是怕再也看不到我的宝贝女儿啊！我的女儿没救了，得赶紧找回垫背的，让王晨那傻子上去顶雷，好趁乱溜走。将军，既然众人都束手无策，不如让我来试试。有这句话，王晨必死无疑了，连巫医都来了。他能搞出什么花样？王晨，你找死啊！没听见刚刚大师的诊断吗？稍有不慎就会让小姐丢失性命，你担得起吗？
有几成把握？9成，虽然100%肯定，但还是谦虚一些为妙。成？你是想巴结将军想疯了吧？好吧，我给你这个机会，但王晨，你给我记住了，我女儿要是出了事，不仅你，还有你的女人，以及所有跟你沾亲带故的人，都要给她陪葬。这药可以解铅中毒，应该没问题。我的女儿！王晨，你干了什么？你这哪是救人，你是当众行刺！怎么会？这药应该已经把将军女儿的毒素解了才对啊！将军，先别慌，麻烦你把女儿扶起来。王晨，小姐吃了你那可疑的东西，反而吐血了。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辜负将军对你的信任，你还想怎么折磨小姐？将军，小姐胸中的毒已经化解，刚刚应该是将胸中的淤血吐了出来。你怎么知道毒素已解？小姐面色铁青，分明是命不久矣了。我说的是实话。我的女儿怎么吐了这么多血，脸也变青了，人也变凉了？你让小姐临死前还遭受这么多痛苦，造孽呀！王晨，给我的女儿陪葬！时间太紧迫了，来不及等药效发作，实在不行，只能靠躲子弹技能救命。父亲，住手！住手！苏丽，我的女儿真的醒了，爸爸担心死了，我可只有你一个女儿啊！爸爸，是我醒过来了。醒了就好，醒了就好。爸爸发誓，以后绝不让人再伤害到你。多谢这位神医的救命之恩，若不是你，恐怕我们父女这辈子都不能再见了。吴小姐严重了，是我该做的。这黑玉断续丸药效虽好，却至刚至烈，催动全身经脉，毒血吐出来就好了。文龙，你刚才说谁是骗子？说谁该碎尸万段？将军饶命！将军饶命啊！是我瞎了眼，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我是猪油蒙了心，竟然敢污蔑神医，是我该死，我该死！完了，全完了！这小子竟然真的治好了将军的女儿，那乌黑的珠子竟然是神药，这下捅了马蜂窝了。将军要是动怒，我九文龙今天就得交代在这儿。大人，王神医，王爷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刚才那都是放屁，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我有眼无珠，我不识货，我不该说那是破烂啊，我不该说你是骗子呀。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你饶了我吧。离我远点！将军饶命！将军饶命！是我犯蠢，我不该污蔑神医。将军饶命！将军饶命！算了，父亲，让他滚吧，我还有话要和恩人说呢。听见了吗？啊！谢将军小姐留我一命。若非恩公神迹，我吴素丽今日恐怕已经……神医，刚才是我老糊涂，差点错杀恩人，救命之恩，不知壮士想要什么？黄金万两，还是官职封地？只要我能做到，绝不推辞。神医尽管开口，无论你想要什么，我吴觉温今日都给你这个面子。吴觉温言重了，我王晨一介草民，黄金官职与我如浮云，我只希望将军能答应我一件事。神医请讲，只要在我管辖范围内，莫说1件，10件100件我也答应。我希望吴觉温能庇护一家名为天辰集团的公司，让他能在缅国的土地上安稳做生意，不受任何势力的欺压和骚扰。我还以为是什么难事，原来只是护一家公司。好，我答应你，从今往后，在我的地盘，天辰集团就是我罩着的，谁敢动天辰集团一根汗毛，就是打我的脸。恩公，父亲既然已应允，那我也该兑现我的承诺。这枚玉镯虽不是什么绝世奇珍，但也是我贴身之物，恩公收下，日后若有难处，只要亮出此物，素丽定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小姐的好意心领了，玉镯贵重，王臣不敢收，只要将军信守承诺，便是对我最大的庇护。恩公果然高风亮节，既然如此，这份情谊我记在心里了。日后恩公若有差遣，吴素丽万死不辞。多谢将军，多谢小姐。既然事已办妥，那在下也告辞了。神医慢走，日后若有闲暇，务必来府上一叙。王禅，你救了我，也救了整个将军府。你是个奇男子，既然你救了我，不如就留在将军府，做我的护法。
有我在，周大佛不敢动你，这缅国也没人敢欺负你。留下来好吗？陈哥，天真集团还需要你，我们要一起回家。吴小姐，你的美意我心领了，你身份尊贵，但我王晨生来自由身，不想寄人篱下。我救你不是为了攀附权贵，而是为了有一天我能光明正大的以王晨的身份堂堂正正的行走在缅国，不再受任何人威胁。好一个生来自由身！既然如此，我也不强求，但记住，将军府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陈哥，你终于回来了，我担心死了。将军那边怎么样？他们没为难你吧？没事了，雪清，将军已经答应避祸天神集团，以后我们在缅国可以安心做生意了。只要你好好的，比什么都重要。陈哥，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好吗？先放点了。我跟你说，我有认识家店可以的。咱们真的能在这里淘到宝贝吗？不行，这地方看着全是些没人要的废料。雪清，行内有句话叫“神仙难断寸玉”，好东西往往就藏在最脏、最不起眼的角落。找到了，皮革虽厚，但里面竟然包裹着紫罗兰色的冰种翡翠，而且里面还有一道罕见的龙纹。小伙子，看料，眼光不错。你手上那个是老坑出的飘花种，你看这窗都开了，多漂亮！回去磨一下，帮你赚钱。这老伯，我们两个外行人也不懂行情，就是买了磨个镯子送给我老婆，你开个实在价。是啊是啊，我看这个颜色蛮漂亮的。嘿嘿嘿嘿，年轻人感情真好。这样吧，30万你带走。30万？我以为就10万8万的呢。那算了，老婆，我们走。就是什么破石头就卖30万，这边买家可多的是。别走别走，30万是我的要价，你们可以讲价吗？那15万，15万成交。哎，等等，你是不是坑我呢？这一下你就答应了，我出价太高了是不是？我们这行的规矩，谈定了价格就得买。你想来账啊？15万，15万，买就买。不过，你得给我搭上这个。这是真外行啊！一块全是棉絮的飘花都愿意出15万，还有这个3年没人要的破石头，真是傻到家了。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拿走拿走，就当买你个人情。哎呦，客官，陈哥，这块料子也没什么出色之处啊，飘花里面全是棉絮，而且只开了那么小一块窗，底下很可能是废料，你为什么要花15万买下？我真正想买的不是这块飘花，而是这个。可以啊，把先放点啊，这个包起来吧，老板。还是再看看别家吧。啊，这块壳这么厚，而且形状也……这纹理，这色泽，天哪！王总、李总，这是传说中紫罗兰龙纹。陈哥，真的是宝贝？何止是宝贝，这是狱中的极品。这种料子只在古籍里见过，据说能养魂安神，更是雕刻穿过玉玺的顶级材料，无价之宝啊！如果非要估价，至少过亿。过亿！把它送去下个月的玉石拍卖会，我要让全缅国的人都知道，天神集团的第一件拍品就是这块镇场之宝。诸位，刚刚接到内比都方面的消息，军政府为了整顿国内玉石市场，打击走私，决定授权我全权主办一场全缅国顶级玉石公盘拍卖会。将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届时缅国所有的军阀、富商，甚至国外的顶级买家都会云集于此。只要办好这次拍卖会，咱们在军政府的地位将无人能撼。父亲，
既然是全缅国的盛会，那必须要有能镇得住场子的压轴之宝。若是拍品平庸，恐怕会让那些军阀看了笑话。苏丽说的对，我也在为此发愁。市面上的好货虽然不少，但能称得上国宝级的却是凤毛麟角。王晨，你见多识广，依你看，什么样的翡翠能配得上这次盛会的压轴？将军，若是寻常的帝王绿，恐怕还入不了那些大人物的眼。我手里恰好有一块石头，虽未面世，但若是拿出来，定能让全场震惊。哦，比帝王绿还要珍贵？你不是在开玩笑？是不是开玩笑？将军一看便知。雪清，把东西拿出来吧。天哪，这紫色好浓郁，好纯正。这是传说中的紫气东来，而且这龙纹是天然形成的。将军，这哪里是石头，这分明是祥瑞啊！若是将此物能作为压轴，那些军阀看到龙纹，谁敢不给你面子？王晨，你究竟是从哪里弄来的这种神物？这简直是国之重宝！不过是运气好，在旧货市场捡漏所得。既然将军要办盛会，这块石头便作为天辰集团的一点心意，捐出来作为压轴拍品。好一个捡漏，好一个天辰集团！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拍卖得来的钱我一分不要，全都归天辰集团。陈哥，你总是能创造奇迹。周大福，你等着看吧！这块石头不仅是天辰集团的成名作，更是埋葬我们的坟墓。佛爷，那小子叫王晨是吧？听说他不仅治好了将军的女儿，还和妙妙的女人走得挺近。妙妙向来眼高于顶，能让他另眼相看的人，绝非等闲之辈。佛爷，此子断不可留啊！他既然能搭上将军这条线，日后若是飞黄腾达，咱们园区这点破事儿，恐怕就瞒不住了。王晨，一个小小的华夏人，竟然能翻起这么大的浪。淼淼那边怎么样？淼淼对他似乎很维护，暂时不好直接动手。但是佛爷，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啊！最近园区的声音每况愈下，那些猪仔越来越难抓，上面的压力也大。要是再没有进项，咱们拿什么养这帮兄弟？将军最近扶持了一个叫天辰集团的新兴势力，听说那个集团的老板叫李雪清，是个年轻女人。我也听说了，这个天辰集团虽然初出茅庐，但背景深厚。将军竟然敢公开庇护他们，说明他们即将接管咱们这个片区的大部分商业权利。以后咱们想在这里做生意，恐怕得看他们的脸色。哼，看他们的脸色！我周大佛在缅国混的时候，他们还在穿开裆裤呢。不过，既然硬碰硬不行，就换个玩法。听说下个月将军要举办一场盛大的玉石拍卖会，那个李雪清肯定会带着天辰集团的人出席。佛爷，您的意思是？哈哈，我们要在这场拍卖会和那位李总好好搭上线。如果能拉拢天辰集团，借他们的势，咱们不仅能稳固地盘，还能洗白一部分生意。如果不能，那就让他们知道咱缅国的地基到底是谁说了算。阿坤，给我盯紧了天辰集团的一举一动，尤其是那个李雪晴，我要知道他所有的底细。是，佛爷放心，我这就去办。李雪晴，不管你们是什么来头，当我陆者死！哟，李总，这将军府的门槛高，穿得再漂亮，没点底蕴，怕是坐不稳那把交椅啊。底蕴是靠实力挣回来的，不是靠活得久。周总，请吧。小子，这没你的事，滚后面去！佛爷，那块黑乌纱我已经做了记号，待会咱们志在必得，让天辰集团啥也捞不到。
周总，记号做的再好，也要看命里有没有那块黑乌纱。记号？什么记号？欢迎各位，今天的第一件热身拍品来自帕岗老坑的五彩霞衣。只要有他在，再危险的地方我也觉得心安。他的侧脸真好看。李总，这块料子品相极佳，怎么不敢出价？学长，这块料子有龙有水，是大厂之招，不能放过。800万，1000万，1500万，2000万。周总果然实力雄厚，既然周总这么喜欢，那我们就成人之美好了。成交！恭喜周总2000万拍得头彩。王晨，你终究还是太嫩了。第一回合，老子就让你知道什么叫财力压制。让他先赢。一个人只有在最自信的时候，才会输得最彻底。猛虎出山，底价1000万美金，这可是开出门子的高货。小子，刚才那块你没中根，这块猛虎，我看你也闪一边去好了。周总，这料子皮壳太厚，我也看不透。黄大哥，你又在演戏了。这大佛这条老狐狸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你的猎物。王成，我们公司的资金全在这儿了，你敢不敢赌一次？李总，你别理这个怂包了，我出2000万、3000万。周总，这块料子我要定了。王晨急了，这石头的色是绝佳，肯定是大招。4000万！佛爷，压死他！佛爷，我看这块石头最多也就4000万，再多恐怕咱就得让给那个小子了。周总财力通天，活认输。4000万成交，恭喜周总连中2元。王总，2场拉扯，周总已经扔进去6000万了，他的现金流应该见底了吧？不够，下一场我要他押上他在元旭的全部身家。王大哥，周大佛刚才看你的眼神像要吃人，你要小心。他要是有那个本事，也不至于现在还在。刚才将军书房丢了一尊金佛，有人看见你鬼鬼祟祟在那儿出没，给我搜！搜吧，搜不到，九爷和将军得给我一个交代。报告，他身上没有，没有，不可能！再搜！我倒觉得金佛在九爷身上。这不可能！这东西刚才明明在……在什么？在想怎么陷害我？下一件老坑黑疙瘩，起拍价200万。学姐，这块石头就算卖了公司也要拿下来，它是我们今后的关键。佛爷，咱们现金流只够拍下压轴的黑乌纱，除非抵押园区的赌场。这块石头，我看王晨动都不动，肯定是块垃圾。算了，看他出多少。王大哥这演技，连我都要骗过去了。他这种掌控全场的样子，真的让人移不开眼。王晨，拍这么一个破烂，你疯了吗？我不能空着手出去啊，会被将军瞧不起的。我出1000万，王晨，我今天要让你颗粒无收。周大佛，你别太过分。我出1800万。周总，不能再加了，算上抵押赌场，账上也就不到1亿4000万了，这样是拍不下压轴宝贝的。1800万成交，恭喜李总拍得老坑黑疙瘩。哈哈哈，1800万买块这玩意儿，王晨，你家炉子却炭了是吧？周总未免管得太宽了，我们压轴石头见真章。压轴之宝，老坑黑乌纱，起拍价5000万美金。1亿！你小子疯了！问过李雪清就报价，莫非我中计了？不可能！我出1亿4000万，1亿8000万。周总还敢跟吗？他的计划太精准了，每一步都在算计人性的贪婪。这个男人简直是赌石场上的神。周总，这块黑炭要归我哦。2亿，老子押上全部身家。王晨，你跟我斗，你配吗？既然这样，那么他以后就姓周。王晨，有了这块石头，将军绝对会站在我这边。各位长官，将军有请各位后宴宴食，请吧。
既然大家兴致这么高，那就在我父亲的见证下，看看今天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周总，请吧。多谢吴小姐，今天我就让大家开开眼，什么叫真正的狮王。来，先切第一块。温大哥，你真的把里面的东西换了吗？如果你说了，我们今天谁都走不出这将军府。但他那自信的眼神，真的好迷人。我也觉得这块石头里面没东西，可猛虎一定出货。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还有，我还有黑乌纱，这是我压上赌场换回来的。处女呀！狗屎！佛爷，这里面竟然什么都没有！现金没了，产业抵押出去了，我还有机会东山再起。周总，恐怕没机会了。你刚才为了竞价，向瑞丰银行借了高利贷，抵押了园区赌场，对吧？你怎么知道？因为瑞丰银行的背后就是我们青城集团。周总，谢谢你的赌场。周总，这就受不了了，正三还没上呢，该我了。周爷垮了，你这烂石头也想？天哪！是血眼菩提，翡翠之魂。去年佳士得拍卖了一块小的，也价值8个亿。王先生，像这样的血翡，我父亲找了很久很久，以后在缅国见你如见我。那周佛爷留下的那个烂摊子，我就笑纳了。王晨，你以为我没有手段吗？我还有最后一招。王晨，他以为赢了我的地盘就能坐稳，我要让那个赌场变成他的坟墓。佛爷放心，我把这包炸药埋在交接现场，等王晨一来，直接引爆。告诉妙妙，让他明天穿漂亮点，亲手把王晨引到台中央。王大哥，我觉得周大佛那种人不会让我们这么顺利接手地盘。只要接过钥匙，就按小姐报齐。王大哥，你在说什么？没什么，雪晴，明天的交接仪式正常举行，你看好我表演。佛爷，只要王晨上台，我就动手。各位大佬，今天是我王晨接手园区的日子，也是周佛爷功成身退的高光时刻。这么大的喜事，咱们大家伙一起上台，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如何？好！王先生敞亮，周总一起。王晨，这就没必要了吧？我们在下面坐着就行。周总，您这是舍不得我。来，吴小姐，几位前辈，大家请上台。疯了，全疯了！将军的女儿在上面，那几个矿主也在上面，这一按下去，全缅国的人都要追杀我们。佛爷，佛爷，按还是不按？您倒是给个话呀！周总，这台子搭得稳吗？我看九爷在上面等了很久了，他在等什么呢？妈的，老子拼了！佛爷，横竖都是死，老子不管了！今天你和全缅国的大佬一起上路，死吧！啊！不要啊！九门洞那个畜生，不要炸！什么？炸药！炸药！有炸药！在哪儿啊？卫兵！既然周总自己招了，那就让大家开开眼吧。将军，麻烦让你的人把这块红毯掀开。疯子！周大佛，
你这个丧心病狂的疯子！你想把我们全炸死在这儿？怎么没炸？因为这引爆线早就被人剪断了。各位前辈不必惊慌，我在周大佛身边设了眼线，在他策划这起阴谋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一切。九纹龙，你这个叛徒！难怪他刚才在耳机里面喊得那么大声，原来他早就投靠了你！你们合伙耍我！周大佛，周大佛敢谋害本小姐和众位矿主，今天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拿下！我毁了，我全毁了！王晨，老子就算下地狱也要拿你垫背！王晨，闪开！周大佛，你的子弹杀不了我。这就是王先生真正的实力吗？来人，把这个意图不轨的混蛋关进监狱，这辈子就在地牢里烂掉吧！将军，就是他一个人在2楼鬼鬼祟祟的，我们还发现了这个遥控器。王总，我错了。王总，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是听周大佛那个王八蛋的。你给次机会，我当牛做马。周大佛，你这个王八蛋，想陷害王总！九纹龙，亏我一直拿你当亲弟弟，王晨，你不得好死啊！王晨，你很想活命是不是？是。既然这样，我宣布，你的名字是九纹虫。九纹虫，你可以滚了。九纹虫，王大哥，刚才那一切，我魂都要吓飞了。雪清妹妹，王先生这般神人，哪是寻常子弹能伤得了的？各位，交接仪式正式结束，今晚赌场全场酒水免费，不醉不归。我敬大家。好。雪清，帮我准备私人飞机。是，皇上。既然这里稳了，我也该回家了。大壮，快看这是什么？土包子，激动啥呀？不就是个烂迈巴赫吗？你放心，小丽，哥以后也买得起。迈巴赫。哎，你看，你才是土包子，尽胡教人家小丽。我什么我？懂啥子叫迈巴赫吗？看到那个小丽人没？这个是牢，明白吗？牢，对，牢。刚是我嘴快说错了，不是我不知道。小丽，哥给你重新更正，这不是迈巴赫，这是牢。劳力士。劳力士啊！快看，有人下来了。哎呀你！王先生，这就是您的家吗？回来了，我王晨终于回来了。王晨，是那个失踪了的王晨。好美，这么美的女人竟然有3个。哟，这不是被骗去缅北的王晨啊？怎么？要子被割成了废人，缅北人好心发现，丢回来让村里帮忙收尸啊！贱娘们儿，你敢打我！敢对王先生出言不逊，拉出去，把舌头拔了。不！妈，晨儿回来了。晨儿，妈，是我，王晨，你的晨儿。不好，心跳停止，脑电波也停了。老夫人，闭嘴！
啊，晨儿回来了，你放心，就算拼尽所有，晨儿也要救活你。活了，各项指标正在奇迹般恢复。天哪！晨儿，是你吗？妈好像又做梦了。妈，不是梦，是我，你的不孝儿子王晨。晨儿，妈，很久没出去逛逛了吧？走。我扶您出去走走。我的身体……放心吧，妈，有我在，就算牛头马面也带不走您。这是妈，五妈，我们是……行了，别开玩笑了，还是我来介绍吧。妈，这位是雪清，帮我管理公司的；这位是吴素丽，帮我镇场子的。这位是妙妙，帮我管账的。伯母好，老太太好，姐姐。伯母，王总现在可有出息了，您放心吧，往后余生全是坦途。是啊，好姐姐，这是王晨给您准备的调养费，您收好，这只是第一笔，这是第二笔。金子，这么多金子，金子，1500块一颗的金子。我王晨这辈子求财、求命、求个问心无愧，现在我只求全家人平平安安。